极品邪物，大补啊！娇娇，我的娇娇。王爷不可，这可是皇上御赐之物，怎能给婴孩当玩物？有什么不可？这也是父皇的亲孙女。天有异象，废除太子楚业，即刻逐出皇宫。楚业，你的死期到了。殿下，太子妃不顾家族反对，执意跟着您出了宫，您可不能先垮了呀。顺子，姑若不再是太子，瑞王会放过姑的孩子们吗？母女平安！刚投胎就撞见3个倒霉蛋，晦气！老娘可是上古神兽饕餮，这俩头顶冒蓝气，倒霉到骨子里了啊！本座这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哥，妹妹的手粉嘟嘟的，好可爱。别碰她，刚出生的孩子娇弱，而且她刚才是不是在嫌弃我们？这屋里也就娘亲的成色气运尊贵些。可谁家好人把顶级贵女嫁给倒霉蛋，还生了一窝小倒霉蛋？唉，好家伙，这家子是把全天下的霉运都凑齐了。乖，这就是抱女儿的感觉吗？乖。好浓的黑气，极品邪物，大补啊！笨蛋老爹，别傻笑了，快把那黑气宝贝给老娘端上来！气死本座！小主子这是饿了。怎么摊上个这么没眼力见得见的笨蛋爹？把本座的极品邪物放下！他想要这个？不可啊，殿下，这是皇上御赐之物，怎能给婴孩当玩具？有何不可？这也是父皇的孙女，想来父皇是不会怪罪姑的。好香，好纯的邪气。太子殿下，这玉佩不是随便的玩意儿，还是快快收好吧。老太婆欺负小孩了，你等本座恢复功力的。嬷嬷，殿下都说了无事，你为何还要从孩子手里抢东西？玉佩再贵重也是殿下的，到底是皇上觉得我女儿不配，还是你一个奴才觉得我女儿不配？娘亲威武，这辈子我照定你了。殿下，你要是真心想给，拿过来便是。由着一个奴才在这作威作福，还是你压根不想给？嬷嬷，你在教我做事儿。女儿的名字你想好了没？楚瑶，晴夜遥相似，秋堂对望书。小名呢？倒霉蛋爹爹，我就叫娇娇，不然吃穷你！娇娇，殿下，您认真的？姑自有考量，就叫这个小名吧。罢了，拿着玩吧。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这玉佩一离身，我今天竟然没有平时那么倒霉了。坐马车出奇的顺利，宫门口也没被堵，连个整幺蛾子的人都没遇到。长得风度翩翩，不该是个倒霉蛋啊！等等，怪不得倒霉，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命数能顺吗？不行，人类夺嫡是你死我活，本座还要靠这个家稀世财宝呢，绝不能让他垮了。还以为是什么极品法器，抱了一个晚上，黑气就只剩下灰蒙蒙的晦气了。算了，一口吞。好甜，这味道居然是高僧施法的恶毒诅咒，大补啊！被本座吸光了诅咒，这玩意儿现在就只剩个保平安的破作用了，可惜了一件法器。午夜时分，月升枝头，谁为谁心疼？一杯浊酒浇在心头。你的玉佩是不是这边有红血丝来着？这些年把玩，我确信玉佩没被调包，可是那缕红血丝确实不见了。是娇娇给你捂热了吧？这是父皇亲自吩咐匠人来赐给你的。不是，是于贵妃用得来的玉打了2个。父皇听国师说那是滋养人的玉。
便从于贵妃那里拿了一个给我。楚叶的宝贝女儿居然破了玉佩的咒，满月宴正好，送他们一家一起上路。1个月后是娇娇的满月宴，大例会在宫里办。科举刚结束，届时肯定会让还未离京的学子到场。你还是多花点心思在那些还未选定靠山的举人身上吧。我晓得。这可怎么办？1个月了，怎么就不长头发呢？长大以后不会是个小秃子吧？妹妹脑袋光溜溜的，像剥了壳的鸡蛋，以后会不会找不到婆家？你们2个蓝色倒霉蛋，老娘是上古神兽，才不是秃子，找打！小主子，别怪老奴心狠，满月宴只能委屈你了。全是最没品位的破烂。这些东西虽然都是财富，就算本座长牙了，把这些全嚼碎吞了，能长的灵力也屈指可数。看不上，本座轮回了这么多次，最清楚什么东西灵气最盛。那些大才子创作的文章字画简直极其美味，老远闻起来都是香的。所以这些硬邦邦的破烂，还不如把仓库里的字画给我。娘亲，我喜欢那个啊。太子，若是没有好胜心，这太子之位朕可以换给人做。嚯，好浓的紫气，这就是皇帝老儿啊！好闻，好纯正的才气。可是为什么本座没有牙齿？老家伙，你能不能想办法帮我弄开？哎呦，还是个护爹的，替你爹哭给我看呢。呸！谁管那个大倒霉蛋啦？父皇，大概是饿了，还是让嬷嬷抱下去吧。哎呦，我的小祖宗，那是皇帝的折子，你爹都没资格看，你要直接带回家？比例刚劲，结构精妙，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德海，刑部不是总说自己缺人手吗？拿着这个给左尚书，说朕给他找了一个好帮手。这写折子的郝云是个可造之才。娇娇随手一抓，竟是刑部的破局关键。这人，故必须抢在瑞王前面拿下。左尚书今日就会来宫里赴宴，届时老奴就把这折子交于他。绿色折子，门下省审核的密奏，皇上平时全凭运气抽检，能被抽到比赌桌上赢了庄家还难。这小奶娃随便一抓，郝云这小子的命要翻天覆地了，真是什么都不如有个好命。好好好，想要是不是？来，朕给你重拿一个。快还给我，那是我的。这皇帝是不是把本座当傻子呢？拿个没灵气的空壳糊弄谁呢？准备的东西该上场了。这谁啊？切，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已经是皇帝了呢。别乱说话，会给爹娘惹麻烦。原来是小倒霉蛋二哥啊！这俩头顶冒蓝气的倒霉蛋，真是干啥啥不行，碰敌第1名。谨言慎行。别冲动，这里是皇宫，只会给父娘惹麻烦。真是不好意思了，今年选出来的考生还真的人才济济。在府里开了个诗会，我不舍拒绝他们，这才晚来了一会儿。不过府里来的人有几位甚是眼熟，我记得他们是殿下看好的人。我是不系这样墙头草做派的，可他们非说要留下来，我也不好拒绝。你看，太子殿下要不还是晚一些派人来我府里把人接走吧，出了什么意外，我可担不起这罪名。皇帝说笑了，良禽择木而栖，能被皇帝看中，也是他们的本事。看来外面的传闻一点没错。哦，什么话？皇上驾到！皇上还没下旨，这些人就不遗余力地把孩子的生日宴弄得乌烟瘴气。免礼，坐吧。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太子楚叶之女楚瑶，聪明伶俐，性纯至美，特封楚瑶为开惠郡主，10亿千户，赐其金册。太子虽让朕失望，但这小孙女儿朕是真喜欢。
这次考核的学子确实很不错，朕打算安排见门下省历练乱练。门下省，父皇这是当着众人的面帮我，看来我离那个位置也不远了。还在运粮御水患，查贪官证人被杀，我明明已经这么努力了，可怎么总是差一点儿？父皇明知这批学子是瑞王的人，依旧这般安排，这就是在明晃晃的默许瑞王与我争权，叫我如何甘心？我主业绝不认输。太子如今还要被怎么奚落才够？如今就连圣上也要来踩一脚。所以，门下省还需得空出一些位置。这批官员的去留，朕很是头疼。这是他们写的一些文书，条条。若能为你们所用的人，大可以开口讨要。门下省的人，这些人比新科室的含金量高了不止一个档次。皇上这到底是无意之举，还是明晃晃的给太子塞人啊？已经是低谷，没什么可失去的了。这是孤扳回一城的唯一机会。这写的都是些什么废话？泛泛之语，曲意迎合，连一点独到的见解都没有，足足30分，竟然一个能用的都没有。孤的运气就真的衰到了这种地步。太子向来运气极差，这次挑选全凭运气。按他现在的脸色，肯定是一个可用之词都没抽到。皇兄看了这么久，莫不是挑花了眼？臣弟这里还有一些，就让给太子看吧。太子如此无用，看个文书优柔寡断。相比之下，瑞王能力卓绝，慧眼识珠。哎，太子之位是势在必行了。天杀的倒霉蛋爹！你那一桌子全是废纸，极品宝物在那个太监的袖子里呀！娇娇不可，身为郡主要端方压针。太子妃竟如此有失体统，就是公然打扰太子办政务，简直就是无知妇人。太子和太子妃如此言行无庄，如何让众人信服？原来如此，苏婉堂这是在提醒我，满月宴的主角是娇娇。这些老匹夫的仇，我记下了。本他妾今天就教教你们，什么叫做真正的政务。来人，把那个太监给孤拿下。太子这是被瑞王比下去了，气急攻心，气疯了。给我搜他的身！居然有人敢明目张胆动这种手脚，还动到了太子头上，直接打皇上的脸。给我审，偷藏文书到底什么目的？还有这歪歪扭扭的字体，究竟是什么人写出来的？门下省不会有这种狗爬字。即使父皇嫌弃字迹歪扭，但那绝对是极品人才啊！孤今年就指望这一个了，父皇绝不能不给吧？父皇，这文书既然是被藏起来的，儿臣斗胆求父皇给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让这位才子自选期末。父皇，这文书既然是被藏起来的，儿臣斗胆求父皇给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让这位才子自选期末。对呀，两个儿子公平竞争，岂不妙哉？我知道瑞王不要脸，没想到居然这么不要脸。皇上，如此好东西，老夫们也想见识见识。若是人才，我们这些老家伙恐怕也要争一争。不如叫上此人来宴上展示风采。父亲一向不站队，既然开口相帮，必不会让太子吃暗亏。准了。太子和瑞王都在争我，看来我宫尔然的机会来了。承蒙厚爱，吾宫尔然必为瑞王效犬马之劳。这蠢货竟然一出现就想踩着太子卖瑞王一个好，若不是看中你的侧翼，朕现在就将你丢出去。打从在弟弟桌案上看到这份计划，我就知道必能出彩。本打算偷偷拿走谋个前程，没想到文书直接送到了皇上面前，这个点子直接扶我上青云。居然是个滥竽充数的西北货，真是小小的老子操大大的心，还是本座来吧。居然是个滥竽充数的西北货，真是小小的老子操大大的心，还是本座来吧。德海，把他抱过来。刚才的争斗，朕搞砸了这孩子的满月宴。好神奇，忽然就不紧张了。姑怎么觉得今晚有可能意外的赢一把？我的天，这可是绝佳的好东西，好浓郁的宝气，纯纯的天下信仰之力。
不好，气太多了，本座被催的嘴跑气了。折子不是宫尔然写的，给我弄他！居然敢踩我爹上位！既然有仇可报，我绝不放过你。大人食指老茧明显，想必写的一手好字。儿子怎么了？平时他从不爱出风头啊。不好，这蠢货要暴露了！自幼名师教导，不敢歇息半日，自然不会太差。这蠢货要暴露了！自幼名师教导，不敢歇息半日，自然不会太差。家世如何，不是立身之本，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才好。这蠢货疯了吗？楚明渊可是太子的嫡长子，这天底下谁都可以不靠家世，可楚明渊的家世就是这天下。他这不仅是在嘲讽楚明渊，更是明晃晃的在嘲笑太子要被废啊！皇祖父，此人字迹极假，文书却字迹歪拧。此人必定是冒名顶替，窃取他人成果，蒙骗陛下和各位大臣，还请皇祖父定夺。冤枉！皇上，我冤枉啊！抄袭自家弟的点子怎么能算窃取呢？这是共享啊！居然在朕的眼皮子底下作弊，给朕好好的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明明什么都没做，可父皇没有开口责备，我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解释就是此地无银300两，这口天大的黑锅，我只能硬生生咽下去，气煞我也！这是个心大的，早就在父皇的怀里睡得打呼了。瞧这小脸，跟喝醉了似的，一个人才也没挑回来，你还乐呵？闺女真是随了你了。我不知道以前的倒霉是不是被人陷害，但我知道，我好像真的生了个全家的救星。你是何人？竟敢拦太子的马车找死吗？草民拜见太子殿下，今日宴会上的那份文书就是草民所写，草民宫儿特此来拜谢太子殿下，为还草民一个公道。这就是那份极品策论的主人，古今年唯一进账的极品人才，居然自己送上门了。连父皇都夸赞的人必定错不了。至于那一笔丑字，暂且先不重要。割发断亲？太子殿下，不要偏信我这顽劣不堪的二儿子胡说，他就是想冒名顶替他哥的功劳。姑当是谁呢？这不是光丽寺少卿宫商圣吗？怪不得那宫尔然对姑敌意那么深，原来宫家本就是瑞王那条老狗养的犬。这小子自从知道他哥出了意外，就马不停蹄的从家里偷跑出来认下功劳，现在更是胆大包天，敢直接拦太子的马车。老臣这就把这逆子带回家去严加管教，省得在外面丢我们宫家的脸。我没有，那确实我亲笔所写。殿下，我不能被带回去，带回去我就没有活路了。殿下，求求你救救我！宫尚志当着姑的面就敢动手抓人，这是丝毫不把姑这太子放在眼里了，想从姑手里绑走姑要的人。做梦！姑的钱不乱花，也没什么昂贵的爱好，全用来养这群杀人不眨眼的暗卫。不，你不能带走他！有一伙人趁夜偷袭太子马车，小郡主受了惊吓，罪加一等，给我打！你就是那个写文书的人，瞧着好像也不比我聪明啊。弟弟年幼，口无遮挡，抱歉。你姨娘死了，我知道你难过，不过你先别难过。你知道你的折子是我大哥多嘴才拆穿的吗？我大哥可从来不多嘴，今天晚上为了你可真的是破例，这是天大的缘分，你应该笑。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运气不好，多半都是因为弟弟这张臭嘴。这小公子看起来竟然比太子更有王者威仪，原来今晚救我的不仅是太子，还有这位嫡长孙。多谢小公子，宫尔和墨齿难忘。真是邪了门了。郝云，以后你调到本官跟前听用吧。别人熬3、4年的资历，我一夜就得到了。回家可不要拜错了神，要拜啊，朝那儿拜，离了宫门口2条街的地方。母亲、父亲，我这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也要站队了。我以后生是太子的人，死是太子的鬼，看我的行动吧。哥，听说宫尔然在牢里自命不凡，依旧耀武扬威，不服从管教，被狱卒不小心伤了子孙根。大夫看过以后只说，怕是不行了。不是不行了，是没有了。敢得罪姑的父亲，这就是下场。功课做完了。唉，真羡慕妹妹，不用读书，可以一直睡。
这一醒来神清气爽，感觉本座要是现在有一口牙，简直能啃得下一座金矿山。黄嬷嬷，这李将军总算是寻到了，可他记恨太子，怕是往后再难支持太子了。娘娘，李将军不效忠殿下，但也不会相信其他人了，不用担心。太子殿下当时只是没有为他说话，又不是害他之人。对比起来，太子现在反而是安全的。我听说太子将李将军的儿子安排进了府里，还与明渊和明泽去我父亲那里读书了。明泽少爷和李将军家的从业少爷打起来了。什么？打架的俩少爷没事儿，倒是把路过的户部侍郎家的小公子踹湖里去了。明渊少爷去救人，呛了水昏迷不醒，这修凡更是已经不行了。只是一些皮外伤，没出什么大毛病就好。看来是父亲恼了，府里才如临大敌。好浓郁的味道，放本座进去。明渊，大公子，醒醒！闭气这么长时间，神仙也难救活了。紫色，那是纯正的帝王气元灵魂。怎么说呢？这灵魂好眼熟哦，眼熟的本座都不好意思直接下嘴吸走他的紫气了。妈呀，这不是我那腹黑的大哥又能是谁？本座是饕餮，看惯了生死，死个人算什么？但这可是本座第一次投胎成身怀帝王紫气之人的亲妹妹啊！只要有这紫气，大哥未来必是真龙天子啊！本座还没仗着皇帝哥哥的威风大饱口福呢，饭票怎么就死了？简直太伤心了！给本座起死回生！我这是还活着？诈尸了！其他人看没看到我不知道，可小郡主的一举一动全在我眼里。主子以前说郡主是太子的幸运星，我本是不信的，可现在我不得不信。保不齐这小奶娃真的是天降福星，专门来救主子一家的。等太子妃醒了，我一定要把这事儿告诉主子。哎，小郡主可一定要保佑你大哥活着呀！他不是已经死了吗？滚！都给我滚出去！娘娘怎么了？没事，我被一只老鼠吓到了，你们不要进来。这可是九死一生的夺命降头，刚刚插在太子长子胸口的那一枚，竟然自己被逼飞出来了，怎么可能？难道楚明泽没死？这可是要遭天道反噬的！来人，让瑞王入宫，就说我病了。快！大功可抵小过，小失误纯属小失误哈。好家伙，胸口的肋骨居然也断了一根，这水冲的也太猛了吧！娘娘放心，只要大公子休息几天就没事了，只是胸口的骨头断了，得好好休养一段时间。楚明泽，这个逆子，平时调皮就算了，这次居然差点把他大哥给害死，真是不动家法不行了。如果大哥死了，我宁愿如若能一命换一命，死的是我自己。楚明渊活过来了！太医爷爷快走，还有一个比大哥淹的还严重啊！唉，那户部侍郎的傻儿子怀俊熙恐怕早就没救了。曹太医，大公子已经没事了，醒了，快去看看吧。快看看床上这孩子。太傅，通知他家人吧，已经回天乏术了。不，等等，还有一个邪门的法子。什么
邪门的法子。死了。老夫现在无比想回到10年前抽自己一巴掌。父亲，女儿是好女儿，可她的丈夫是个绝世倒霉蛋啊！我当年真是糊涂了。你离开我的身体！就不，我好吃好喝，我也是凭本事占你的身体的，凭什么你说让我就不要脸？本座是饕餮，本就不是什么好神兽，以前在神界也最喜欢欺负别的神兽幼崽了。嘿嘿，打，接着打。怎么办？这被欺负的小屁孩好像是自己人啊！我的天，那可是本座这辈子长期饭跳兼未婚夫啊！没办法了，本座现在不会说话，只能用这招了。这么哭可不行，容易哭出病来。虽然我愧疚那死去的孩子，但我可以亲自去那孩子家赔罪，绝不能让娇娇去碰一具尸体。夫人，不要让孩子趴那孩子的身体，只是拳头碰碰，行吗？你懂我。你终于发现本座的意图了，黄嬷嬷是不？冲着你今天这句话，你以后本座照了。娇娇每次这么闹，一般都是看到了想要的好东西，抱进去。你给我出去！嫁去太子府这么长时间，终于还是疯了吗？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抱进死人屋里？太子妃大意啊，这可是皇帝刚册封的郡主，身份凌驾万民之上，他竟肯为了一个小小的户部侍郎的儿子，让千金之躯来试这种邪门法子。太傅，这就是我说的法子，此子非同寻常。太子殿下今年可算是转运了。那户部侍郎大半夜带着夫人跑来，非说要感谢二公子一脚把他们痴呆的儿子给踹跑了，说了好几次暗示要效忠殿下。还相之，那可是户部的钱篓子啊！他这侍郎身份只是为了方便做生故意降级的，这可是个超级财神爷啊！姑听说孩子还呛了几口水，就是多喝了几口，拉了个肚子，自己人不打紧。自己人？据姑所知，侍郎是瑞王的人吧？哎呦，老臣今日太激动，只记得自己以前努力为陛下赚钱，至于瑞王，老臣糊涂，记不得从前了。岁夕矿场，姑记得就是10万两，老臣买一个入殿下眼的机会。如若不行，儿子给老子抵债，太子府可以多一个李将军的儿子，也可以多一个户部侍郎的儿子。他们居然知道李将军的去向，原本是不必的。姑总觉得自己现在像个通过绑架质子谋夺皇位的山匪逆贼，可既然知道李将军的底牌，那就来吧，把质子上交吧。娇娇慢点吃，还喜欢哪个点心？告诉二哥，二哥买。如果10盒换成一个豁口的盆，堂堂太子之女就可以直接上街要饭了。你这个家伙就会欺负我妹妹。笑得这么丑，一看就不对劲儿，居然还有新鲜的香灰，嘿嘿，还藏是不是？来，让我猜猜你到底藏在哪儿啦？找到你，你就死定了！怎么办？这小家伙笑得好邪恶，我为什么这么害怕？等等，我刚刚好像看到神像的眼珠子在颤动。小孩不该来不干净的地方，去外面等。哎呀，我好像看到屋外有什么东西跑了，快追！我看起来像傻子吗？骗我，拜托动一下脑子好不好？不然我觉得你在看不起我。救命啊！自己找个地方躲着，别出来。这就被放过啦，简直有如天助。不过是一个人类孩子，拼了！饕餮是大妖也行啊，居然是饕餮，怎么不早说啊？居然一点不识相，还敢逃！抓到你了！楚夕阳，你脑子有坑啊！太子府的马车你都敢动，脑子不好，赶紧让你那个孔雀爹回去再生一个。哟，你家倒是生了2个，不也没一个重用的吗？娇娇还在里面。塌了！
我就是说你家全家都倒霉。看看，进去一趟就把好好的庙搞塌了，万一倒霉死一个，可是……闭嘴！我真的是个害人精，小时候差点害死大哥，这次又害死了妹妹。喂，你家主子是不是疯了？大少爷，求求你让你的人搭把手，救救我家小姐吧！真让我说中了，真倒霉死人了！哎呦，看我这嘴，我的人可不能借，我们要赶紧回去帮你们找人呢。你们一定等着，我这就回去叫太子殿下来。回家。完蛋了，衣服破了，这回到底要撒个什么谎才能进家门？厉从野，你血狐狸了的还好意思嫌弃我？娇娇，你活着呀？你吓死我了！夫人，破庙塌了，小郡主被埋在里面了。去，叫人骑马出城，我要见人死要见尸。我还没来得及和妹妹玩呢，二哥就把妹妹害死了。二婶，妹妹还小，是不是你平时对她疏于管教才导致她出事的？你怎么可以这么害妹妹？这是数落咱娘教女无方呢，疯狗见了都甘拜下风。沈就不是本座的风格，敢欺负我娘，找死！这不是放火烧山的那个小恶魔吗？他竟然还活着，谁他妈造谣说他死了的？父亲，这个不认识的丑八怪是谁啊？听着中气十足的声音，小郡主活蹦乱跳着呢。就是。回去吧。10首古诗背不出来，不许吃饭。来聊一聊你生前做过的孽，我来听听。您这么问，我倒是真想起来一件，我还在这府里见到那人了。我以前学了一点皮毛算命之术，一路坑蒙拐骗，说还受到了某个宫里贵人的赏识，办了点事儿。有个娘娘带着皇子来找我算命，老奴说那孩子是个一生顺累的命，我原以为能得不少好处，谁家娘不希望自家儿子好？再说那可是皇子，那不就意味着以后娘儿俩母凭子贵了？但偏偏这位娘娘不高兴，非得让我给那孩子下降头，务必要那孩子一辈子都倒霉。但是我挺好奇的，可我一个走江湖的，到了皇宫咋敢多问？所以只能乖乖拿钱办事。这么倒霉，你说的那人是谁？凑巧，正是如今的太子殿下，你的父亲。救命啊！这么倒霉，你说的那人是谁？凑巧，正是如今的太子殿下，你的父亲。救命啊！本座就说呢，我那倒霉蛋爹爹真是倒霉的离谱，原来是被人连着下了2、3年的降头，加上爹爹的倒霉从幼年开始，所以连带着自己子女的命格都是一个赛一个的倒霉，带不动，真的带不动啊！本座现在只想知道，到底是谁这么处心积虑的从宫外找江湖术士来给太子爹爹下降头？揪出来，本座活吞了他！救命啊！那个娘娘是谁？余嫔，那个时候是余嫔，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位分了。余嫔，很好，本座记住你了。敢动我全家，你死定了！母亲，你去哪儿玩了？怎么不带我？你日日忙得不见踪影，我那点小事儿怎么敢劳烦你？睡你的。母亲，皇宫里好不好玩呀？里面都住着谁？我的娇娇本该在皇宫长大的，若在皇宫里，就不会整日野的找不到人，一定会是被教养的极好的大家闺秀吧。唉，你又看中什么了？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母亲，自从上次见了皇祖父，就好久没有见到他了。我们什么时候进宫瞧瞧他老人家？不说实话，你准是又掏上了你皇祖爷的好东西了。太子妃，皇后娘娘让我来接娇娇姑娘。于贵妃安，参见太子妃。
原来你就是姓于的那个女人。我找国师打听过，说这孩子很普通，命格不算太好。但我私下找的大师却说，一切的变数都是由于这个孩子。我做事从来不想抱侥幸心理，所以我要这孩子死。太巧了，柔儿来了，你这个小不点儿也来了，待会儿与柔儿一起玩吧。我直觉这个女人绝对没有太子说的那么恋爱脑，一个恋爱脑是绝对不可能在后宫活下来的。装白莲花是吧？骗得过我那倒霉刀弟，可骗不过本座的法眼。老妖婆，你的死期到了！太巧了，柔儿来了，你这个小不点儿也来了，待会儿与柔儿一起玩吧。好啊，好久没见怀柔姐姐了，她一定是想我啦。不能去。想就行，我待会儿叫人来皇后宫里接你。听说太子那边查案也不是很顺利，唉，瑞王不听我的，与自己的兄长斗来斗去。陛下正是用人之际，他们兄弟二人应当齐心协力才是。瑞王那孩子心不坏的，你们若是嫌弃他，我可以替你们说说他。演吧，也不知道在给谁演，这儿又没外人。得，这不是我那皇祖父是谁？原来老妖婆的观众在这儿呢。贵妃，莫要为难太子妃，后宫妇人就是什么都不懂。两个儿子已经斗得全朝上下都知道了，只有贵妃妇人之仁，还在想两个孩子互帮互助。唉，朕的贵妃别看着外表跋扈，心里柔软着呢。这就是朕这么多年依旧宠爱她的原因啊。太子妃是去见皇后吗？快去吧。是。爱吧，好好爱。一个喜欢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给自己的养子下降头，不满2、3年不罢休的毒妇，能是什么好人？唉，我咋是个兽呢？哪怕是个会算命的小仙子也行啊！我真怀疑皇祖父脑子里是不是也被这妖婆中了不清不楚的降头。你找揍是不是？谁让你答应的？你才3岁就知道自己做主了？于贵妃突然邀约，明显不怀好意，这死孩子居然敢自己做主答应，真是要气死我了。你找揍是不是？谁让你答应的？你才3岁就知道自己做主了？于贵妃突然邀约，明显不怀好意，这死孩子居然敢自己做主答应，真是要气死我了。母亲不是说交朋友是件好事吗？你不是说娇娇要多和其他小朋友玩玩吗？母亲，你怎么说话不算话？我是不让你交朋友吗？我的意思是不要和瑞王家那条毒蛇玩啊！太子妃息怒，既已答应，待会儿就由我去陪着小郡主吧。想来也不会有人冲撞了小郡主，那就谢谢了。这孩子比较皮，劳烦看紧一些。若是不听话，也可强行抱回来，不用顾及他的面子。是。我真是要想死你了，你都不多来宫里看看我。这小模样长得越来越好看了，以后哪家公子能配得上你啊？这已经不是你在闺阁的日子了，咱们现在是婆婆与儿媳的关系。说了好几遍，你要注意点礼仪，免得落人口舌。呀，娇娇，你听听，你娘这个老古板又要开始训我了。说你不注意，你还真得意上了。你肚子里还有6个月的身孕，孩子不要了。晓得了，我注意就是的。我16岁嫁给皇帝做皇后，10几年来吃药吃了无数次，各种偏方也试过了，偏偏无子。就在我都不抱希望之时，这个孩子突然来了，我怎么会不惊喜？我这孩子已经6个多月了，自从怀了孕，我思前想后都想不通到底哪儿来的机缘。直到昨天你说要来看我，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过年那天夜里，大家吃团圆饭，只有娇娇一人跑到我这凤仪宫，砸了一口缸，要死了一池子的锦鲤，顺带还烧了棵树。坏事是这倒霉孩子做的，可为什么每次进宫赔罪丢脸的都是我呀？哎呀，咱们是从小的闺中密友，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现在尊称我一声母后，我也没脸红啊。母亲可是眼馋我手里的东西啦。我觉得肯定是娇娇在无形间破坏了这院子的格局。自从娇娇毁了我的院子，我突然气儿都通了，睡觉都感觉没东西压着我了，然后我就有了。哪里就那么厉害了？你怀孕想得多罢了。
完了完了，娇娇小时候救人的事儿好不容易捂住了，长大了，这丫头不会又开展给后宫嫔妃送子的业务吧？不管，反正我就觉得娇娇是我的福星，以后娇娇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罩着娇娇。皇祖母，你只要罩着我的屁股就好，屁股比我更需要你。皇祖母可以护着你，除了屁股以外，其他的地方。皇后娘娘、苏小娘子、贵妃娘娘派奴婢来接娇娇小姐。你居然把孩子交给于贵妃的人，没法了，娇娇当着贵妃的面一口答应的，我又能怎么办？我去给你讨回来。娘娘，岂有此理！你大着肚子呢，还是别管这些了。我这话虽然有些奇怪，但你不得不信，娇娇这孩子干架输不了啊！什么叫输不了？祖母说，都是因为有太子霸着那个位置，所以本该属于我的郡主之位被这个3岁的胖妞给夺走了。祖母今天说让我带着这小胖子回去，祖母一定是想到法子折磨他了。那不是楚怀柔吗？也不知道5岁的小孩哪来那么大的敌意。不过我今天有的是时间陪你玩。本座今天的目的就是进婉秀宫，找当年给爹爹下降头的物件，一次性全挖出来，顺便看看这老妖婆要怎么害我。我这么可爱的小孩，她都能下得去手，人类真是可怕。小郡主，皇后娘娘那里准备了吃食，等着你回去一起吃呢。留着点肚子回去吧，莫要辜负了皇后娘娘的苦心。点心里有没有猫腻，本座看不出来。不过有没有毒，哼，人间能危害到本座这头上古神兽的毒，还不曾出现呢。这话说的，不晓得的人还以为我婉秀宫里的东西没凤仪宫的好呢。娇娇，不用管这个贱婢说了什么，你若是爱吃就多吃一点。你皇祖母与你母亲的关系极好，应是不会计较这些小事的。怪不得楚怀柔吃的那么放心呢，原来毒没下在点锅里，而是涂在了护甲上啊！这老妖婆心够黑的。我不喜欢吃这个，可以换一个吗？那换一个。这个我也不喜欢，我想吃那个盘子里的。贵妃娘娘，这个闻起来不好吃，你们宫里就没有别的吃食了吗？小小年纪就如此挑剔，你母亲就是这么教你浪费粮食的。明明是你浪费粮食，你们把糕点做得这么难吃，我要把这件事告诉皇无恙。明明是你浪费粮食，你们把糕点做得这么难吃，我要把这件事告诉皇无恙。这小胖优居然如此伶牙俐齿，比他那个废物爹还讨厌。本座等不及要办正事，不跟他浪费时间了。阴差阳错，还好是没吃。姐姐，你不是要带我去玩吗？我还从来没有在这里玩过呢。怀柔，你去陪妹妹玩吧，好好看着妹妹，千万不要让她乱跑，万一到时候出了什么事儿，就不好说了。这可是祖母的意思，我可以亲自动手了，而且祖母会在身后给我兜底。走，我们去院子里玩。皇后娘娘有了子嗣，我也许久没去看看了。走吧，我们去说说话，搞个不在场证明。娘娘，皇后身边的大宫女还在那孩子身边呢，一个小孩子好对付，可身边跟着一个大人，可就不好说了。那就把他也弄死好了。失踪，不小心掉湖里，为了救孩子自个儿死了，这不是好多理由呢吗？是，这是祖母浇花专门打的，平时都关着，此刻居然打开了，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只要推它下去。姐姐，我挖这边，你挖这边。不是，他到底在使唤谁？我们挖土栽了好看的花，就打水养活它好不好？打水？那它不就得靠近井边了？你自己去吗？奴婢，我打。好好玩，我从来都没尝试过呢。装智障真累，还得哄着一个智障。小姐姐，请你把自己脸上的不怀好意藏一藏好不好？那好吧，那我就陪你玩一下吧。你也挖，从这里挖。不是，我是皇后宫里的人，拎着个铲子挖坏了于贵妃的院子算什么事儿啊？快挖啊！站在那儿干什么？够了没有啊？我都挖了这么多坑了，你怎么挖这么少啊？连挖坑都不会。看我没记错吧？
果然是这里。好了好了，让人去取树苗吧，我们去别的地方玩吧。你明明说去打水的，现在没力气了，等一会儿不行吗？要是我不小心掉下去怎么办？现在没力气了，等一会儿不行吗？要是我不小心掉下去怎么办？我还有力气，我帮你。树底下的挖出来了，长廊梁上还有一个降头罐子放着呢，好高，我怎么去拿？要是直接让大人去办就好了。我们玩捉迷藏，谁输了谁就去打水。好，丹珠，你去数数，找人的时候你可一定要好好找哦，一定要把他往井边逼，绝不能让娇娇赢。举高高，我要藏在梁上。我可是皇宫的毒蛇，谁这么大胆？这是什么恐怖的血脉压制？这小孩是怪物啊！3、2、1，我听到动静了，这小胖子藏在哪儿？我一定能立马抓出来，直接推进井里。我找到你，小郡主，你输了。好啊，那你去把楚怀柔叫出来，让他看着我打水吧。是，这东西看着好邪门，而且我怎么感觉小郡主好像早就知道这里藏着这么个罐子，故意来砸的。小郡主，我回去一定要告诉皇祖母，好好打扫一下这宫里，不然怎么到处带我捉迷藏术了？好，是该好好打扫了。小郡主，人呢？小郡主，这里面是什么？你放心，这是我挖出来的，不关你的事儿。有皇后和太子妃撑腰，我不怕牵扯。只是这箱子抱在怀里，简直像抱了一块冰，透心凉，冷得我胳膊都要打颤了。那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你就跟着我干就行了。每个地方挖出来的东西都有一股极其浓烈的恶臭味，这婉秀宫里到底埋了多少肮脏的邪物？小郡主，怀柔姐姐，我看到你了，你快出来吧！骗子，我才不会被你发现呢，我可是换了好几个地方呢。怀柔姐姐，我真的看见你了，快出来吧！心脏扑通扑通跳得厉害，终于是结束了。小郡主，这些东西我要拿去哪儿？本座也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降头反弹给老妖婆。可是做这些有损功德，我本来就没功德可用了，烧了吧。只有这些了，没有其他的了。我暂时只记得这些了，其余的东西我还要慢慢想。怎么了吗，小郡主？没什么，只是突然心情有点不好。饕餮是上古凶兽，骨子里就是劣根性。活着的时候的经验告诉我，对付坏人就是要比他更快才能活下来。我又不是傻子，一次性全告诉你，我必定死无葬身之地。再是饕餮，也只是个3岁孩子而已。我活了这么久，还斗不过一个孩子，真是笑话。老东西，敢跟我讲条件，待会儿本座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2个人弄死一个3岁的孩子，还能办不了？我前院里有枯井，后院有小荷塘，就算这些都不曾得手，下毒捂死，哪怕推那孩子一把，脑袋磕在哪儿死了，也不是什么难事吧？娘娘息怒，说不定事情已经成了，正等着咱们回去发现呢。最好是这样，这2个人此刻都不算好。小孩的衣服出现了点点污渍，大宫女的衣服更是狼狈的厉害，像是从泥里打滚出来的。停！但他们只是狼狈了一点，并没有出事。这2个废物居然没能得手。没事，这次不行，下次本宫亲自动手。现在最紧要的是问问这死孩子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绝不能让他回去胡说八道。娇娇，你怎么在这里呀？陪着你玩的怀柔姐姐呢？我和怀柔姐姐在玩捉迷藏呢，可是她太厉害了，我怎么都找不到她，就只好自己回来啦。今天只是玩了捉迷藏，我身边的人就这么没用。娇娇，你怎么在这里呀？陪着你玩的怀柔姐姐呢？我和怀柔姐姐在玩捉迷藏呢，可是她太厉害了，我怎么都找不到她，就只好自己回来啦。今天只是玩了捉迷藏，我身边的人就这么没用。是吗？那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训姐姐，
和妹妹玩怎么能不让着你呢？没关系啦，怀蓉姐姐说过，捉迷藏就是要藏得特别好才行。她现在估计还在那破衣柜后面蹲着呢。不对，不可能的，那些降头邪物被埋在地下，而且埋得极深，怎么可能被挖出来呢？你在本宫那里放了什么东西？坏人真是心思多，反应又快，2、3句话就把本座从他那儿挖出来的脏东西栽赃成是本座给他宫里埋邪物了。倒打一耙，没门！不对，不可能的，那些降头邪物被埋在地下，而且埋得极深，怎么可能被挖出来呢？你在本宫那里放了什么东西？不是的，贵妃娘娘，这不是的，不要买，这是娇娇找到的宝藏，才不是给你的呢。这真的是3岁的孩子吗？楚回柔这个年纪还只会跟在我身后要糖吃呢。这小胖子刚才的反应，直接把我要扣的栽赃陷害帽子堵死在了嗓子眼儿，傻子都能看出来，这东西是他贪心从我宫里挖出来的宝藏。抢过来！这箱子里的象头邪物，要是让陛下知道了，我就是有1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坏人，你们都要抢我的东西，连3岁小孩子的东西都要抢，我要告诉皇祖父。不好，贵妃在欺负小郡主，快去通报皇后和太子妃。走，别说是贵妃，就是乡间的老婆婆都知道要让着点孩子，听着孩子的哭声，我心都要碎了。这死孩子又闹什么幺蛾子呢？跟上！说，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别给我嬉皮笑脸的！你到底去婉秀宫干什么了？你和楚怀柔打架了？总不会是去给于贵妃打扫王子了吧？这个说法不错，我就是去打扫屋子的，把里面所有不干净的降头邪物全扫出来了。我是你娘，你都没想着给我铺个被子，你倒是好了，跑去贵妃宫里勤快去了。不管做了什么，弄成这样，于贵妃那里怕是没完了。只要事情沾了于贵妃，那就是踩了一坨鼻屎，纯纯恶心人。仇归仇，自家孩子没吃亏就行。于贵妃要使什么阴招，我们这些当店娘的还活着呢。娘娘，那箱子抢回来了，要不打开看看？不必，是本宫亲自看着人做的法，自然知道里面是什么。难不成还能少了东西？等等，那是3岁的孩子，十分有可能因为好奇从里面拿了东西。打开。死孩子，居然把这施了咒的箱子真当箱子用了，将挖出来的降头一股脑全塞在里面了。这是楚叶的东西。不会的，楚瑶只是个3岁的孩子，他怎么会知道我10几年前做的事儿？而且他不可能知道的这么详细，竟然精准的全部挖出来了，还不把这箱子烧了！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发现，独独只有这一件不行。这个窃取帝王子气的小铜人是我的命，是我所有的希望。只要瑞王有了帝王的命格，太子倒霉与否已经不重要了。没动就好，没动就好。怀柔小姐呢？叫她过来。娘娘，怀柔小姐不见了，奴婢已经找了1个时辰，把婉秀宫翻遍了，依旧不见小姐的身影。什么？楚瑶那个小胖子没事，反而我的怀柔不见了。好疼，肚子好疼，我就偷偷吃了祖母屋里的一块点心，祖母明明说没问题的，祖母骗我。快，准备要申，要100年以上的。他中了剧毒，毒性已经发作了，幸好吃的不多，配合解毒丸，或许能保住性命。这症状没错了，就是我藏在指甲里，本来要下给楚瑶那个死胖子的毒，楚怀梦这个蠢货居然偷吃了。凭什么那人死了这么多年，楚叶还能安然无恙？凭什么楚明渊那个小子有帝王命格？如今就连那个只知道吃的3岁死胖子楚瑶都比我的孙女强。他知道不吃，我的孙女却是个中招的蠢货。我的怀柔啊，毒！太医，你说中毒，这一定是有人蓄意谋害。到底是谁要这么害我的怀柔？他还这么小啊！丹珠呢？他在哪儿？叫他来！中毒！
于贵妃肯定要拿我当替格去碰刺太子妃，我跑！皇帝驾到！完了！皇上饶命！娘娘饶命！是奴婢的错，奴婢没有照顾好怀柔小姐，奴婢罪该万死！不要，皇上，万万不可！臣妾知道丹珠是个好的，主仆多年，她平日里最疼怀柔，绝不会害她的。你只要告诉陛下，今天怀柔到底做什么了，去哪儿了，见什么人了，哪怕是一丁点蹊跷，你都要仔细想想。怀柔小姐今天一直乖乖的，只是中途太子府的小郡主楚瑶来找小姐玩了一趟。对，捉迷藏的时候，小郡主身边还跟着一个皇后宫里的大宫女。奴婢找人的时候，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这3人。奴婢该死，奴婢没有叛撤小郡主的意思，奴婢只是突然想到，小郡主一来婉秀宫，就无缘无故的挑剔娘娘精心准备的点心不好吃，甚至还笑话娘娘，是不是她对我们婉秀宫有意见？所以好个楚瑶，以前爱惹祸就算了，现在仗着身份，竟然在宫里就敢下毒害亲堂姐，太子的女儿真是好大的威风。楚震天拿捏了你几10年，我最清楚你要的是什么，一个无条件依附你、柔弱无脑的女人。陛下，娇娇还小，她才只有3岁，她只是不喜欢臣妾的点心，只是童言无忌说了2句重话，一定不会想到要害怀柔的。丹珠，张嘴！你怎么能无凭无据的污蔑太子之女？陛下，这件事就算了吧，怀柔还病着，臣妾不想闹大，不想让太子和太子妃为难，臣妾忍忍就过去了。疼！够了，给朕把那个爱惹祸的小畜生叫来。德海，现在就去。以前胡闹朕忍了，这次竟然敢害人性命，朕倒要看看太子和皇后教出了一个什么下毒的怪物。哼，脸这么臭，又是要教训本座啦？区一个凡间皇帝，在历史长河里连眨眼的时间都不够，有什么好嘚瑟的？在本座这里，只要不能把好东西捧给我的，都是坏人。这眼神，这不服气的表情，简直和楚爷的娘一模一样。当年她不愿嫁给朕，每次见朕都是这般跪得极度不服气。多么熟悉的表情，当年那个人也是这样。我跟了楚震天这么多年，自以为了解他，可只有那个女人是意外。那个女人是楚震天这辈子唯一一个不顺从也放在心上的女人，幸好她死得早。可是为什么这个死丫头脸上会有和那个人那么相似的表情？难道这就是血脉吗？这小胖子绝对不能留。陛下，娇娇还小，还是不要太严厉了。太子好大的胆子！皇上息怒，在宫里待了这么久，我今天终于确定了，这于贵妃还真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句句都在拱火。老妖婆，你这是生怕皇祖父不严厉呢，真能装。哼，说，你今天来婉秀宫做什么了？为何怀柔会中毒？不就是捉迷藏而已，居然还能中毒？这老妖婆不会是特地为了整我才给亲孙女服毒的吧？倒也不必牺牲到这种地步吧？真下得去血本。孙女不知道呀，我们玩了游戏，姐姐捉迷藏太厉害，我找不到，所以我就自己回去找母亲了。小郡主，你才3岁，撒谎是不对的，你根本就没有躲起来。奴婢数完数，你就站在原地主动认输，还让我离开去找怀柔小姐，你是想把奴婢调开，做什么恶毒的事情？你想说，怀柔姐姐生病，是我下毒做的吗？我只想吓唬她，让她语无伦次，好栽赃。可她的眼神好可怕，我帮着于贵妃攀咬这个孩子，是不是个致命的错误？贵妃娘娘，今天是你特意邀我来陪怀柔姐姐的，是不是？是啊，是我叫你来的，所以我都说了，叫你皇甫不要计较了，都是我的错。哦，那就是我很厉害喽，在不知道怀柔姐姐还在宫里的情况下，就未卜先知的带着毒药进宫，然后恰好被你邀请，再趁机毒死姐姐。哦，那就是我很厉害喽，在不知道怀柔姐姐还在宫里的情况下，就未卜先知的带着毒药进宫，然后恰好被你邀请，再趁机毒死姐姐。我可真厉害呀！没有，可于贵妃娘娘的婢女如此笃定是我，可有证据？若是仅凭一个贱婢几句毫无根据的风华就定了我的罪，恐怕难以服众吧，陛下，刚刚微臣查看怀柔小姐衣物的时候，发现她袖口沾了一些糕点碎屑。我认得，那是于贵妃宫里独有的糕点，这是吃了于贵妃宫里的东西才中毒的，怎么能说是娇娇做的呢？
陛下，臣妾冤枉啊！好，好，好，本座一个上古神兽，外表虽然只有3岁，居然被你们这样合伙欺负。本可以铺开时间，找老鼠把老妖婆藏毒的地方翻出来，但本座现在不想忍了。你们处心积虑恶心人，那本座也没有必要跟你们讲什么凡间的规矩了，老子直接掀桌子！毒就是于贵妃自己下的，你看看她的指甲，真是笨死了，被一个恶毒的老太婆教唆着，在这里欺负一个3岁的孩子，没出息！糟老头子！这到底是谁的声音？毒，指甲里藏毒。这个单纯善良了一辈子的女人，如果脑海里的声音是真的，那朕这一辈子算什么？陛下，奴婢死不足惜，可怀柔小姐才5岁啊，她是于贵妃娘娘疼爱的小孙女，若不查清楚，贵妃娘娘怕是要自责一辈子。小郡主自小就与旁人不同，惹出的祸端人尽皆知，求陛下做主啊！单纯善良，窃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2个，这是压根儿就没指望朕能为他们做主。怎么，在这个皇宫里，朕这个皇帝竟然已经不值得信任了吗？于贵妃，于贵妃，够了，压下去，拔了舌头杖毙。朕知道贵妃一直希望他们兄弟和睦，朕也全了你这心思。你不是说不计较了吗？既然孩子救回来了，那就这么结束吧。陛下，传朕旨意，今日之事，若有人敢往外传半个字，杀无赦。传朕旨意，今日之事，若有人敢往外传半个字，杀无赦。怀柔只是吃了难以刻画的东西，闹肚子了。陛下，可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吧，朕也去忙了。虚伪的糟老头子，别以为本座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就是知道真相，也不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撕破那老女人的面袍呗。明明可以回本座清白，偏偏处理的这么模棱两可。人类的情感真是复杂，直面答案却回避答案。这次失算了，好困。陛下，微臣仔细查验，此护甲上沾染的毒素，正是怀荣小姐白日所中之毒。退下，不得宣扬。伺候了一辈子，陛下终究是伤心了。不过也好，总比被骗一辈子好。禀陛下，属下查明，小郡主白天确实带着大宫女四处挖东西，属下未敢靠近。不过于贵妃得知后极其惊恐，将那些东西强行抢了回去，立刻烧毁了。德海啊，你猜，这么重要的事情，娇娇一个3岁的孩子不来告状，于贵妃也不跟朕提，这是为什么？老奴不敢答。娇娇不告状是因为她不相信朕，她知道朕不会替她做主。于贵妃不告诉朕，是因为她心里有鬼，她不敢说她想要什么。朕如此偏爱她，她还要什么？竟然连10余年前朕唯一的皇后的遗物都要埋在地下做那些亏心事儿。捡到了，真的捡到了！你倒是高兴，白天娇娇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这死孩子一回家就气得睡过去了，连晚饭都没吃。平时不都挺能吃的吗？这是怎么了？楚叶，就算你再相信于贵妃的人品，我也是娇娇的娘，我信自己的女儿，娇娇绝不会下毒。我也不是只会相信外人，事情顾会查清楚的。面上看，父皇是看在贵妃面子上饶了娇娇，可娇娇是被冤枉的，她是气的。平日里回来都吃晚饭，你看今天气得都昏死过去了。回头姑带孩子去护国寺，多哄哄他玩就是了。是什么事？你看起来心情不错。我捡到的。你能捡到东西？你不丢东西，不倒霉就是好运了，居然能捡到东西。就算是一枚铜板，我今天也一定把这铜板供在香火上。金子，楚叶，你捡到金子了！我巡查的时候路过赌场，它就出现在我的脚下。乌云掀开了，倒霉运终于走了。你以后也会越来越好的。倒霉爹爹终于转运了，今天用了积攒的能力，真的好困。本座才不跟凡人生气呢。